哎呦，磨什么皮，美什么白，瘦什么脸？磨皮还是要一点，磨皮一半，瘦脸零就可以，美白我也不需要。撒娇三连，烦死了！为什么我要玩这个石头剪刀布？但是作为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男人，输了就要接受惩罚，在更多人进入直播间之前，赶紧做了，赶紧让自己的心情舒服下来。啊，天哪！第一个啊，把6个就快点弄完，快点结束。反正我做的快，做的慢，你们都会截屏。截屏你们到时候自己找时机自己截屏。我做的快归我做的快。要现在有个人在我旁边多舒服啊！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一定要。但我们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只做1个月。我是第2名，扣钱最少的，还要出声音，想得美，还出声音。不出声音，想都别想，声音不会，声音绝对不会出。刚刚我自己良心都的确过不去，的确做的有点过于不走心，所以重做1次可以，但是声音我绝对不允许，不是不允许，绝对不搞。我好累啊！韩国最近很冷的，
我这么怕热的人，我都感冒了，我已经感冒了快2个礼拜了。唉，头疼，累死我了，精神很累。嘉宾席，我我永远都不会跟任何人连麦了，被四面八方的朋友过来嘲笑。多喝岩浆，真有趣。但今天这套的确，我自认为也挺好看的。头发本来还挺好，但可能我昨天洗完头以后，我跑了6.5公里的步，然后又出了一身汗，然后头发沾了汗了以后，因为洗了一次澡就懒得洗了，所以可能沾汗变成白白白白，有点白。不是，这不是新衣服，这我以前在机场穿过的，很久以前就有的衣服了。锻炼锻炼体能啊，跑跑步，锻炼肺活量，锻炼体能。现在唱歌的时候，比如说舞台上还好，录歌的时候，老师唱一段话，很容易没气，很容易气不足。不知道是新冠的后遗症，还是就是本来气就不够足，所以多跑跑步，锻炼锻炼肺活量，然后锻炼锻炼身体，刚刚好。在家里跑步机上跑一跑。主播卡了，我用的是流量啊，5G 流量为什么会卡？我用的又不是我们公司的 WiFi。制成 VS 库里，有的比吗？它必须库里啊。卡吗？我这里满格的信号，我还是5G 啊。一些无聊的 VS 游戏，的确玩多了就不好玩了。一刚开始玩还蛮好玩的，现在腻了。万圣节 cos 啥呀？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但是还没有好的后补。反正去年是用尽全力，史诗级的修女画完了以后，也没有拿到第一名，很难过。今年我要摆烂了。女装不要，奥特曼不要，要搞就
竭尽全力，要不搞，那就使劲摆烂。但我感觉现在说摆烂，到时候肯定又搞得各种疯狂。我每次万圣节我都是最努力、最认真，一次第一名都没拿过，那这个就心凉凉，就想摆烂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继续努力、继续竭尽全力的话，说不定就离第一名不远了。在这时候放弃的话，那就跟第一名永远再见。但是继续努力，继续保持下去，继续为第一名而努力的话，总有一天能拿第一名。去年第一名谁不记得了？去年好像是第2名还是第3名。一定要搞，就是 impact，就是视觉冲击强，然后视觉冲击强，然后跟我不像，就是那个角色化妆一定要跟那个角色一看就是那个角色。伏地魔之前好像谁弄过，所以不弄一样的，尽量弄没弄过的。葫芦娃肯定拿不到第一名，因为化妆主要衣服还有那个头发就行，不太需要化太多妆，所以我觉得葫芦娃拿不到第一名，一定要视觉冲击极强。天线宝宝不要，哎，给我点建议。阿凡达，我不够高。蜘蛛侠，Mark 去年弄过的，不想弄。Annabelle， 或者我画成那个女鬼抱着 Annabelle。还蓝精灵啊，那次蓝精灵，弄过蓝精灵了以前。毒液去年肖德俊不是弄了吗？是肖德俊吗？到时候问问我的化妆姐姐吧，问问她有什么好的建议。暂时没有什么想法，还是。扮库里这扮不像，而且太化妆也不可能化成他的样子，或者说就穿个衣服没意思。1米8的蟑螂，倒也挺简单的，这样穿个衣服就可以。建议你们给我的建议都一般，没有什么眼前一亮。小丑女我怎么扮小丑女？不聊这个了，没意思，换别的聊一聊。
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故事，或者说想听我聊些什么？跟你们来唠一唠。不聊万圣节了，换手机了吗？换了 ，iPhone 14，上面多了一个什么那个点开放大那个东西。其实我本来不想换手机，我现在对手机已经不感兴趣了。反正我现在手机游戏也不玩，电脑游戏我这两天也不玩，不想玩游戏。所以我之前不是换了个迷你嘛，就打电话发消息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别的用处。但是因为我手老是手滑，手机就摔地上，摔来摔去，手机好像又坏了，所以我就换了14了。现在已经不怎么打游戏啊。我虽然不打游戏，但有时候就是待机时间过长的话，我会玩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羊，你们知道吗？羊了个羊，对。我通关过5次还是6次。奶茶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了，今年完全没有喝过。羊，我看有很多说有攻略，我从来不看那种攻略。看那种攻略，当你通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成就感。你要靠自己破的话，哇，爽！过关很多次了，过关了5、6次了至少。什么加入羊群啊，什么皮肤啊，这个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没管这个，我就纯玩那个游戏，过了就开心，就没了。我不知道什么皮肤啊什么。攻略完全过不了吗？好吧。Q 谁扣钱最多？记得好像是基桑还是 Mark，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老忘，我是绝对不会忘。机上拿错奖杯，笑死我了！我一开始其实我也以为那是要拿的，但我只是没去拿，因为我看后面有人，我让他去拿，我以为是要拿的，然后刚好机上拿了，我就没拿嘛，然后后来结果不能拿了，然后他拿回去，我还以为不是我怂恿他的，是在明怂恿他的，挺搞笑的。见过文文了吗？没有，他来以后还没见到过他。这次不是好像要一起去泰国吗？那去泰国的时候应该能见得到吧？主播知道在明宇宙吗？在明宇宙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年回不了国，没有时间，太忙了。在明宇宙是什么？去搜一下，可以啊。我把这个直播关了，我就可以去搜了。让我去搜，怎么搜啊？
一会儿查一下嘛。一辈子不打篮球 vs 一辈子不看库里，那我选择一辈子不看库里。打篮球我还是真的喜欢，库里嘛，本来就是偶像，不一定要见面，在远处看着他的比赛，支持他就够了。在明的表情包着在明宇宙。我现在多少斤？我胖回来一点了，57点几。本来演唱会最瘦的时候55.9。Henry 来了，爱来不来，谁来我都不管。肖德俊来了，爱来不来？库里来了我都不连麦，连麦再也不连。我知道都是骗我的，你觉得我这么好骗吗？哎，唉，累。签售好玩是好玩，但是挺累的。聊天的话也会用脑嘛，用脑过多就会挺累的，但好玩是挺好玩。现在大家的有好多新花头，都搞得我不知所措了，有趣。主播没吃晚饭，吃中饭了。中饭吃有块比冰棒，超好吃。如果李秀满老师来了，你连麦吗？为什么要连麦？不连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再见。分享一些趣事啊，有什么趣事呢？我想想啊。怎么教 Felix 中文的？他就发消息问我这个中文怎么说，那个中文怎么说，我就跟他说了嘛，我就发给他看，然后告诉他一下而已。我的眼睛里面长痘了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摸自己的眼睛，痛死我。有可能是麦粒肿。主播知道任俊的 solo 吗？他 solo 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种小事看什么医生啊？
快去搜一搜。哎呦，今天要搜的东西好多呀！长针眼了，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长针眼了，不知道。我上个礼拜上了第一节打篮球的课，受益匪浅，真的挺好玩的。就而且你专业的去学的话，真的就不一样，就跟自学专业的学跟自学真的不一样。而且老师一直夸我说，就是教完了以后试2下，马上就可以应用，这个很难得。他说开心，因为很多就是教2下要一直练才能练出来嘛。我是教2下，我马上就能做出那种动作了，挺开心的，挺好玩的。每个礼拜去上1节课，这样马尔科就干不过我了。以前跟马尔科打1v1的时候，每次都是他赢一次我赢一次，他赢一次我赢一次，谁状态好谁赢。现在不一样，对不起了我的小宝贝儿。然后昨天我跟他然后那个练完就上完课了以后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哇，学一下真的不一样，真的受益匪浅。我跟一个作曲家的哥哥，我们一起去上课的嘛。本来我完全打不过这个作曲家的哥哥，就这个作曲家的哥哥超级强，就强在哪儿？我厉害的是在我的投篮，但是我投篮准，但是就是没有找到手感的时候，还是没那么稳定嘛。但他是那种节奏非常好，就可以找节奏，然后把你晃开上篮就可以。不是举你另外一个作曲家的哥哥，他特别强。举你1v1打不过我，举你1v1打不过我。那个另外一个哥哥举你，不是另外一个，不是举你，就另外一个作曲家的哥哥，我完全打不过他。我跟他一起去上课的，然后上完1节课，然后最后老师让我们俩1v1，我赢了，马上就吸收知识很快，马上就赢了，本来完全打不过他。Juni 他怎么说呢？很厉害，Juni 也很厉害，但是每次跟我1v1，就是打不过我，每次1v1，每次都被我投死，一直投死他。就这2个作曲家哥哥，一个 Juni， 一个这个作曲家哥哥，我们3个人基本上每次都有我们3个人，只要一起打篮球的话。但 Juni 最近他去那个海外巡演了，所以好久没见他了。然后这个礼拜我们的课，我跟 Juni 一起去上。另外一个作曲家哥哥前2天他自己打篮球的时候受伤了。好想跟现在打里马克，那不跟玩一样吗？就没有悬念了。而且最搞笑的是，就是我的表哥不是在上海吗？我在首尔，距离远的话互相吹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现在跟我打，你要被我干死。然后他说你肯定打不过我。然后我表哥跟我说这么说，我跟表哥这么说。然后每次就互飙垃圾话，互相说我能搞死你。然后每次就他和他老婆的亲弟弟一起打篮球，经常
他打不过那个他老婆的弟弟，然后他老婆的弟弟呢，就每次给我看视频，就他们1v1的视频嘛，他们1v1的视频，我看他的动作啊，就各种，我看他的动作啊，各种，就这，你觉得能打得过我？就一看就看得出来，就肯定搞不过我。我不口嗨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客观的，我非常客观，我非常希望等我每次跟他说，行了，就每次互标完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多说没有用，赶紧来韩国教你做人。我回不去，我想回家，但太忙回不去，来韩国。小时候，因为小时候跟我表哥打篮球的时候，他每次都就是虐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年纪又比我大，然后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刚好是他身体素质最好、就是身体素质、运动状态最好，而且就是最瘦，现在又胖，最瘦的时候，而且那时候我又完全不怎么会，每次就各种。每次就欺负我，每次说每次欺负我。他现在弄不过我了，肯定。真的期待他来韩国那一天。然后1v1打完了以后，1v1打完了以后，非常期待。前段时间跟贾尼昂也去打篮球了。贾尼昂，他好能跳，好能跑，他的热情太强了。就抢篮板的时候，我感觉已经唾手可得，球已经马上就要到手上了，他飞过去把球抢走了。身体素质太强，毕竟长得高。表哥老哦，不老，只是他太胖了，他谈恋爱现在结婚以后胖了太多，所以跟我打的话，第一速度肯定跟不上我，第二我又健身，他虽然胖，但那是肥肉又不是肌肉，不一定顶得动我。第三体力肯定不如我，那他拿什么跟我打？他又没有，就是过人的技术。现在我表哥如果在看我的直播，他肯定各种不服。好想跟 Mark 打篮球。前两天跟他联系，我说上课真的不一样，能学到太多东西了。然后他说他也想学，我说下次一起去学嘛，一起学，一起玩多好，是吧？我说如果只有我学的话，每次跟你打赢的太过分，到时候我要看你脸色，怕你不高兴，所以得一起学，这样实力接近一点的话会比较好。他他无语的笑了笑，Mark 可爱。我说赢你太多也不太好，一起学，一起成长。维 V 什么时候回归？问我干嘛？问我干嘛？我又不知道。犹他呀，
他跟那个库里那个视频，他看到了，但没什么好嫉妒的。NCT 里现在谁打篮球最好啊？实话说，之前的话，我觉得我不能排在第一，但现在学了一节课，然后再去学2节课的话，我肯定第一名。有这个自信，把自己放在第一名。不是啥课这么牛，就我的老师教练，他是前国家级的运动员，所以很厉害嘛，肯定很厉害，所以跟他学的话，肯定学得快啊。内卷是。但实话说，单挑就单看单挑打单挑的话，我应该是第一名，第二肯定是 Mark。面子哥切尔纽，他打的少，他要是打的多的话，他肯定打的肯定会更好，但他就没有那么喜欢，就没有那么经常打。杨洋也厉害，杨洋的话就是1v1可能不是他擅长的，但是他在打3v3或者5v5的话，他的功能可以放到最大。贾尼上不怎么会玩。贾尼昂，贾尼昂很那个，贾尼昂很跟贾尼昂一起玩很好玩，特别有趣。坤哥比想象中强很多，坤哥比想象中会打篮球。任俊的篮球如何？任俊完全不会打篮球，他对篮球不感兴趣，完全。坤哥惊吓到我了，我以为他一点点都不会，没想到他还有1-2手。打羽毛球谁最厉害？打羽毛球的话，我估计前10都排不上。我打羽毛球很烂的，我打的超差。打乒乓球100%我第一名，没有人打得过我乒乓球。乒乓球是我所有的球类运动里面最自信。小提琴当然学啊，我后天还要上课呢，但最近好久没上课了，我太忙了嘛。乒乓球，我小学虽然是小学学的，但是小学学的那些基础都在，就是反手的那种正反手拉球啊，什么动作非常标准，都是正式学的，不是那种就这样拿，就噔噔，不是这样，没那么简单，就比较正经，就比较专业，没那么专业，比较专业。前两天看那个，看我在网上看的最多的视频就是篮球和乒乓球，网球偶尔也看一看。网球是因为我爸看，所以我才看。我爸特别喜欢打网球，他以前打网球打得特别厉害，就他就是怎么说呢，就
业余里面非职业里面算比较强的。我爸特别喜欢费德勒，但我也喜欢，就打球很优雅，很漂亮，然后又强。李凯特会打篮球吗？会一点，会一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退役了呀，我知道费德勒退役了呀。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，哎呀，我爸要难过了，看不到费德勒的比赛了。我爸每次说看费德勒的比赛，高血压就要犯，我非常理解他的感想，就像我在看季后赛库里的比赛一样，就像要得心脏病一样的感觉。李蒂诺会打篮球吗？不会，他不会打篮球。主播觉得李凯桑可爱吗？可爱，可爱。修套路排第几啊？打篮球吗？5、6、7。我也没有去给所有人去排个序，我没那么空。大家一起玩嘛。压力大怎么办？压力大，压力大，我觉得怎么办？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压力，在工作上、人际交往方面，都会受到压力嘛。要看你怎么去运用它，把它当做一个力量去用，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负担，你去背着它。其实我演唱会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压力的，甚至我以为那时候我一直想吐，是因为压力太大造成的。我从来不会在表演的时候出现压力大或者紧张的状态，但是在演唱会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挺有负担，比想象中负担大很多。可能因为就我自己分析啊，我每天都会，我经常会自己一个人思考各种东西。每天我24个小时除了睡觉的时间，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东西。就可能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演唱会，然后就是要求比较高吧。我觉得这是健康的，我觉得非常健康。因为对自己要求不高的话，很难进步的，很难明显的进步。所以说，对自己要求高是好事，但是就是要求高的同时，也要对自己保留一丝包容。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很好，让自己逼着自己往前走，但是总是有时候，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达到自己的要求，但这时候就要学会对自己包容，饶过自己一次，不能每次都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偶尔不成功一次，要去接受自己不是100%胜率的，要接受这次的失误，吸取教训，下次才能更好。如果每次都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而且只要失误没做到的话，你就崩塌了的话，这个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了。所以说，
我觉得我对自己压力的控制、给自己的负担、给自己的要求的同时，还是会给自己留有一丝包容。所以我觉得我的负担、我的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健康的，所以不用对我担心。医院检查我去检查过了，去了好多医院检查。其实这种东西，我觉得都是小事儿。镜头在抖，因为我在抖腿。好点了吗？我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现在，希望巡演的时候能够比上次状态更好一点。但上次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最满意、最欣慰的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，我做到了我在那个状态能做到的100%，所以我对自己很满意。每次我做任何事情都会给自己有个要求，而且给自己的要求必须是，就是难做到可以，但是不可能做到的话，那就不是要求，是幻想。所以你要给自己现实一点的目标，这样的话，每次目标实现了以后，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爬上去。你不可能在你的实力在下面，但是你想要的目标在很上面，这是不现实的。给自己有要求，但是要对自己有一丝包容，很重要。诚挚 cover 什么时候出？不知道，总有一天会出来的。但我问了，这个月内100%会出来，他们说应该是。禅式拼盘那次，我对自己为什么这么满意，就是因为我达到了我给自己的目标，不简单，但也不是做不到的目标。对我来说，不是做不到的事情，不简单，但是可以，没问题，Go。那以后的舞台在这上面更加多一点目标，多一点，这样慢慢进步。因为我现在就是最终目标，或者说最之后想变成什么样的歌手，想变成什么样的艺人，很明确。所以说很明确，这条路非常明确，所以说往这条路一直走就可以。展开说一说，等我到了那种程度，等我真的成长到了那种程度了以后，再跟大家聊这一方面。做到了再说。皮肤状态很好，为什么？
开了一点点磨皮。看见文韵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内耗严重怎么办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内耗？内耗是什么东西啊？自我焦虑、自我否定之类的。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实话说，我最严重的一次，对自己最不满意、最不爽的一次，就是 Popping Glitch Mode 有一次拿一位的 Encore， 我自己觉得没有唱到我想要的那种程度的时候，那一次我对自己非常非常不满意，自己制造焦虑啊。怎么说呢？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，就像我刚刚跟你说，对自己有要求很好，有负担，对自己有要求有负担会让你进步，但是在有这样的东西的同时，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丝包容，同意自己犯错的包容。你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路，你不可能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前走，总要休息一下的。对，总要休息一下。我就是给自己很多目标，每次舞台前都有目标，每天会想很多东西，每天会想特别多东西，想这个想那个，想这个想那个，以后想怎么样，现在该怎么样。但是就是我不焦虑，一直比较从容，就给自己喘息的时间一定要。不自信怎么办呢？不自信，实话说，不自信，别人跟你说，相信自己，给自己加油打气，觉得自己可以。实话说没用，不自信的人听了这个，就有自信的话，这还是什么难题啊？不自信的话，不自信的话，那就要看你哪方面不自信了。你对你工作实力方面的不自信的话，那就增长你的实力。你实力够了，你就自信了。就像我唱歌，我为什么会自信？我为什么会敢唱？虽然还有不足，但我觉得我的实力够让我在舞台上唱歌，所以我会有自信。自信是需要充足的实力来保证。
而且自信这个东西很危险，过度自信的话就是自满，就不会那个适当的自信。自信的同时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。社恐怎么办？社恐，首先我不是社恐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怎么说呢？社恐，社恐，社恐也不是坏事啊，这就是每个人的一个特点。这个人比较擅长社交，那个人比较不那么擅长社交，这就是每个人的特点。不是说社恐怎么办？那我不社恐怎么办？一样的问题，接受自己，社恐就社恐呗，跟自己亲的人、熟的人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去变成别人，做自己，把自己你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下，你觉得哪里该改正，哪里该进步，去改，去让它进步就可以，不需要说我想活成那个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吃太多怎么办？别吃，别吃不就好了？吃太多怎么办？吃太多怎么办？别吃不就好了？想进步，但是一直在摆烂。只想摆烂怎么办？这是你的人生，你自己定啊。你想摆烂，你想过普通通、比较简单的生活，这也是值得尊重的。每个人他向往的东西不一样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进去，每个人都必须做成功人士。也有人会想过得简单一点，简简单单，不那么累，不那么去争这个争那个，这也是值得尊重的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呀，都想成为别人，可是别人也想成为别人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却成为不了别人的样子，真的很难受。我从来都没有想成为过任何人，我只是想把自己开发到极致。看别人，看别人，就比如说，让你学学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多好，你学学他，不是让你去模仿他，而是去看他身上好的品质，拿过来，变成自己的东西，不是让你去模仿一个人。从他身上学习，而不是让你去做这个人。
怎么做到自信？刚刚说过了，想成为你，想成为我，你成为不了我，我也成为不了你，你要一个道理，谁都不能成为任何人。你把你自己开发到极致，开发到你想开发的地步，你想变成什么样都是你自己控制的。怎么赚钱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赚钱。打工赚钱，我也是在打工赚钱，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都是打工人。主播不想洗头怎么办？不要管他。有什么好剧推荐吗？没有什么好剧可以推荐，没有剧不看哦啊，但那个推荐不太好。网飞的一个电视剧，那个是19禁，不太好，但是超好看。是19禁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那个电视剧很好看，网飞的一个，你们自己搜到最近韩国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。对啊，直播间有未成年，我当然不说了。小朋友现在啊，才8:44，好吧，本来说小朋友该睡觉了。主播整过牙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各位，稍等1分半，主播想上个厕所。哎呀。
哇，怎么都在抢地主啊？对 A 4个83带1王炸。哦，你们挺会消磨时间哦。飞机抢地主4带1，2个炸弹，飞机4个2。啊，上了个厕所，擤了个鼻涕，感冒还没好透。那天太冷了，一下子就冷了。而且每次就比如说演出啊什么的，我只要感冒的时候，只要感冒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，表现好的话，我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鼓励。再跟大家聊个10分钟、12分钟，韩国时间10点准时下播。为什么？回家我要看《街头男战士》，太帅了。我们前2天排练的时候，我跟机桑，我拉着机桑还有钱哦，我们3个人搞这个东西。这三个人，这3个人做这个都贼有效果。我最喜欢 Gesture， 太强，他们的 Mega Crew 真的太帅了。看一次鸡皮疙瘩起一次。一个人的话，我最喜欢 Young J， 太帅了。滴滴滴， gang gang gang。女战看了呀，那时候也看了呀，都挺好玩的。我现在看2个综艺，一个是《街头男战士》，还有一个是《换乘恋爱》第2集。换乘恋爱不觉得特别好？有人看吗？超好玩。女战士我最喜欢 Lip J。换乘恋爱1我早就看完了。换乘恋爱1的时候也是出来每个礼拜出来一集看一集，出来一集看一集。这2也是出来一集看一集，出来一集看一集。我最喜欢的2对 couple 就是Hyungyu 和 Han， 还有另一对是 Tae 和 Naon， 这2对我最喜欢。Hyungyu 怎么会这么甜呢？我的天哪！而且网上会有那种扒他们就是资料的人嘛，好强，智商这么高。是不是感觉大家磕的都一样？
我看网上，我看网上很多人也是磕这两对。我前两天看到网上微博上说看到 Tae 和 Naon 一起去 Rodewer 的约会嘛，好像。要是他们是真的的话，就太好了。就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反转很多，所以好玩、有趣。还有什么好看的综艺啊？YouTube 上面的一些 YouTube content 也好玩，有很多好玩的，但估计有一些你们不知道。YouTube 的综艺就不说了。地球游戏厅没看过，听说很火，但我没看。老高与小莫，那当然看了。老高与小莫当然看。我 YouTube 搜索最多的就是 Stephen Curry，像勇 J，然后还有什么 Stephen Curry、勇 J、NCT Dream，还有什么 NCT Dream 是为了看我们自己的自制综艺啊。还有什么？这三个搜的是最多的，好像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搜那些不是卡了，是我调走，我去看了一下，我搜那些就是演戏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，我去搜他们的片段，我会搜他们的名字，去看片段。这弹幕太快了，我都一个没读完就下去了。Dream 有新综艺吗？不知道哎，忘了，拍没拍忘了，真的忘了。好像没拍。NCT 搞笑视频我也看过很多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YouTube 里面有一个综艺叫《帕奎塔利尼》，有人知道吗？那个超搞笑，虽然整个节目稍微有一丝失酒劲，那也还好，但特别搞笑，很好玩。我特别喜欢这种 balance game。实话说，有点想去参加这个节目，但我肯定不会让我去，太太太怎么说呢？问的问题啊，或者
那边就是比较太我们不能做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我去不了。不是19禁的节目，就是偶尔可能会对尺度比较大、比较开放的一个节目。但我感觉要是敢邀请我去，公司敢放我去，我就敢在那说。不是就怎么说呢？不是说这个节目是19禁的节目，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节目尺度会比较大，不是说就是聊的内容。哎，你们去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了。还有2分钟，准时下播，辛苦各位了。中文名叫什么我不知道。我要回去看《街头男战士》，今天比较重要的一集。今天就是好像今天又有淘汰 battle，那个 battle 肯定就是竭尽全力。上一次那个 battle 真的太帅了，但实话说，我觉得 Prime Kings 被淘汰，我真的太可惜了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强，很厉害。但虽然 battle 对方也非常强，但是实话说，但只是就是觉得这就是比赛嘛，就是比赛，就是非常强的队也有可能提前被淘汰，就是没办法了。就像篮球里面卫冕冠军第1轮就被淘汰一样，有这种可能性，所以非常可惜，但是也要接受结果。10点。